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五根手指长短不一，各有各的优势和作用，代表的含义也不一样。大多数人五根手指长短都不一样，最长的是中指，最短的是小拇指。当然，也有个别的人食指、中指、无名指一样长，或者大拇指最短。那么，如何从手指判断命运呢？下面就跟着大佬一起来看看吧。1. 拇指。拇指代表父母、祖上。拥有圆润厚实拇指的人，可借父母之力，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像华丽的衣服和食物，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对的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粗细不均，弯曲灵活，大多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喜欢快捷方式，没有耐心贪图享乐。大拇指比较长的朋友，意味着年少时运势上相对来讲比较顺利，进步比较快，学习比较优秀，身体比较强壮，同时多长辈爱护和关心。大拇指长的人在事业上比较自信，爱情上比较自信主动，向往高质量的爱情生活。大拇指比较短的朋友，年少时要靠自己努力，事业上追求务实，喜欢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业，会白手起家，不喜炫耀自己的财富。大拇指形状长大坚挺的人，代表幼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强，学业有成，可以享受父母亲情及育婴。大拇指第一节代表意志，第一节过长的人意志力很坚强，不怕失败，但处理事情常常缺乏理性的判断。反之，第一节过短的人意志力不坚，遇到挫折时容易屈服。大拇指第二节代表理性，第二节过长的人智慧高，聪明过人，思路清晰，理解力强，沉着冷静。反之，第二节过短的人理解力较差，也比较不理性。当一个人伸出手掌时，大拇指与其余四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大，个性越独立自主，积极负责，不喜欢被拘束，有创造力，喜欢自由发挥。反之，大拇指与其余四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小，代表越保守，越依赖，缺乏开创力，个性沉默，甚至带有神经质。2. 食指。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霸气和野心，容易有权力。食指长到中指，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财大气粗的性格，起伏较大，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这种人要节制挥霍，控制欲望和消费习惯。食指较长的朋友，人生目标比较高，比较事业化，对权力的欲望比较强，在社会交际中善于表现自己，人际关系较好，喜欢别人服从自己，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爱情上舍得为自己喜欢的人花钱。食指较短的朋友，他们有很强的妒忌心，看到身边的人超过自己，内心总是不服气，一定要超过对方。事业上有时比较辛苦，爱情上表现得比较平易近人。食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青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强，学业有成，事业顺利，兄弟姐妹相处融洽，或朋友对自己有帮助，对于感情也能够认真负责。食指形状歪曲短角的人，代表青年时期运气促致，见不佳，劳碌辛苦，多做少成。食指尖端超过中指第一节2/3的人，野心大，青年时期大起大落。食指比无名指长的人，有管理能力，能驾驭部署，但不会继承父业，会白手起家。食指的长度次于中指。食指比无名指长的人，可靠自信，这类人总是信心满满，是对交代的任何工作都能够做好的靠谱人士，比起团队合作更擅长个人独立完成，讨厌被打扰。只要让这类人按照自己的做法去做，必定有好结果。把事情交给这一类人准没错，不安于现状，充满追求精神和上进心。食指和无名指差不多长的人，不喜争斗，典型的和平主义。这类人协调性高，是喜欢和别人友好相处的人，喜欢安稳的日子，不喜欢吵架，和任何人都能够相处得好。但是这类人一旦生气，后果会很严重。
这点必须要注意，要小心，尽量不要惹这类人发怒。3. 中指，中指是4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着一个人的命运，以圆润直长为上。圆润直长的中指代表有好的命运，事业、财运、婚姻方面都有好的结果。如果中指伸得过短，中指偏斜，偏向于食指，对事业比较执着；如果偏向于无名指，可能对家庭比较执着；如果粗细不均，则是缺乏耐心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感情，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中指明显的比其余的手指长很多的人，意味着他们在中年时事业发达，财运比较亨通，身体也比较健康。中指如果比较短，和其他手指有点歧义，意味着在事业上有时缺乏耐心，干工作时感觉没有希望，就坚持不下来。亦见异思迁，他们的财运还是比较稳定的。在爱情上，他们常常为情所困，因为他们爱得比较深，感情上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比较在意。中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中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佳，事业发达，财运亨通。此外，也代表着心思缜密，能坚持到底。中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代表中年时期运势减质，降不佳，有依赖性，容易见异思迁，不能坚持到底。4. 无名指，无名指代表配偶和家庭关系，如果偏向于中指，表示你家庭的责任心很重，为家庭付出代价很大；如果偏向于小指，表示为晚辈子女付出很多。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那便是喜欢赌博的手相，对于任何事情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赛马、玩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刻沸腾，眼睛也为之一亮。这种人的确会是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也喜欢投机性比较高的理财方式，股票、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但是并不表示有万全的把握。这样的人赶得上极端的时间，会随便赌输整个家当，将会使自己落得个倾家荡产。无名指比较长的朋友，在事业上有独特的眼光，在工作中有自己独立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施，不太受外界的干扰。在爱情上，他们有很强的审美观，比较浪漫的爱情感觉。无名指比较短的朋友比较有个性，在工作上不喜欢好高骛远，踏踏实实，比较沉稳，不喜欢投机冒险。在爱情选择上考虑现实中的生活较多，他们的爱情一般比较稳定，财运也不容易出现大起大落。无名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壮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佳，事业昌荣，家庭和乐，婚姻幸福，配偶条件好。此外，也代表颇具艺术眼光与审美观。无名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代表壮年时期运势减质，降不佳，婚姻欠和谐美满。无名指尖端与中指一样长的人，主观意识强，性喜投机冒险，但缺乏耐性。无名指尖端不超过中指第一节1/2的人，缺乏审美观。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缺乏管理能力，比较管不动部署。无名指的长度次于中指，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属于迷人的被爱型，这类人周围总是围满了人，是被大家喜爱的万人迷。虽然有点不懂得察言观色，但是没有什么恶意，甚至有魅力，到能把这一点都转为自己的闪光点，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最强的。有困难的时候找这类人商量准没错。这类人里，工程师和研究者出奇的多，可能是这类人擅长解谜吧。无名指比食指长又弯曲的人，也代表有惧内的现象。5. 小指，小指代表子女晚辈，如果小指特别短小弯曲，表示子女不给力，让你对子女操心费力，容易让你不能够为子女骄傲。另外，小指还代表智慧、口才、艺术，又经常被相学家称之为第二根拇指。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一指节更长的小指。如果小指长直顺且圆润的人，通常有很卓越的办事才能和社交手腕。如果小指低于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很多，小指弯曲，那么这个人无论是在运势或是财力方面都很难有所成就。小指相对来讲比较长，代表着极强的观察力，语言口才较佳，事业上比较有进取，
爱情上占有欲比较强。小指相较于较长的人，也许表示老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小指短的人喜欢直来直去，在事业上不喜欢拐弯抹角，比较讲究兴趣，他们的财运也比较稳定。在爱情上虽然是爱得比较深，但不太善于语言表达，对另一半比较体贴。小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老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佳，可享高寿，子女孝贤，可以安享晚年。小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代表老年时期运势停滞不佳，必须注意呼吸系统或肠胃系统的保健。小指尖端超过无名指第一指节节纹的人，可以在公职领域或企业发展，可富可贵。小指尖端不超过无名指第一指节的人，则比较适合没有约束的行业发展，例如业务、老师、医生、科学家、艺术家、自由业等。好了，在手相学中，除了通过观察手掌的掌纹来了解一个人的一生运势以外，也能够由手指的形状以及手指上出现的纹路，分析其人的头脑智慧和生活际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无名指。一般来说，无名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壮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事业昌荣，家庭和乐，婚姻幸福，配偶条件好。反之则相反。那具体如何通过无名指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吉凶呢？一起往下看吧。无名指的第一指节比较长，如果无名指的第一指节长得较长的话，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具有艺术方面的修养和天赋，为人非常的有才华，属于多才多艺的类型。不仅注重外表审美的追求，也注重精神生活的享受和提高。若是无名指的第一指节比较短的话，则行为较为懒散，生活比较邋遢，欠缺气质和才艺。无名指的第二指节比较长，如果是无名指的第二指节比较长的话，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聪明懂事，有着很强的行动力，属于实干派，个人能力比较强，而且做事态度踏实，非常的值得信赖，往往能够做出一番成就。而若是第二指节较短的话，这种人大多比较的轻浮，喜欢玩一些小聪明，缺乏大智慧，想法非常的不切实际，做事眼高手低，总想着坐享其成，金钱观念淡薄，攒不住钱。无名指的第三指节较长，如果无名指的第三指节较长的话，这种人一般虚荣心非常强，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非常的善于表现自己，容易赢得一定的声誉和名望。而若是第三节长得较短的话，这种人一般进取心比较差，做人处事方面喜欢我行我素，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感受，人缘不太好。无名指较长，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较长的话，这种人一般有着很强的社交和沟通能力，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人缘比较好，而且有着一定的审美能力，优越感比较强，特别的注重自己的名声和荣誉，做事喜欢投机取巧。而若是无名指过长的话就不好了，这种人往往利益心非常重，做起事来也是急功近利，野心非常大，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名指较短，无名指长得较短的人大多目光比较的短浅，考虑问题只顾眼前，而且性情非常的偏执，与常人不太一样，做事绝情狠辣，也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对于亲情和友情看得比较淡，为人也特别的俗气，缺乏精神层面的追求，也不注重自身的名誉。无名指长短粗细标准，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长得长短粗细与整个手型的搭配协调而标准的话，这种人一般有着很强的社交能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人缘非常的好，而且头脑聪明，眼光独到，善于发现和把握机会，
为人也非常的重情重义，将亲情和友情看得比较重，容易获得周围人的信赖和认可，能够为自己赢得良好的名誉和声望，挣钱和存钱能力比较强。无名指指端比较尖，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之间部位属于尖头形状的话，这种人大多具有很强的艺术素养和天赋，非常在意外界的眼光和看法，特别的喜欢表现自己，对于金钱和名誉的追求欲望比较强，而且沟通能力极强，社交手法高超，人际关系比较好，遇到困难时身边常有贵人相助。不过这种人虚荣心过强，有些时候难免会做出一些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儿。无名指的指端呈四方形，长有此种指型的人大多为人非常的心高气傲，物质观念比较强，在为人处事方面时常会保持着一种优越感，容易看不起人，在人际交往方面非常的势利眼，喜欢结交权贵或富商，有着很强的经商天赋和挣钱能力，往往能够积攒下丰厚的财富。无名指的指端呈椭圆形，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的指端部位看上去呈椭圆形的话，这种人一般审美能力比较强，为人非常的有主见，不喜欢随波逐流，做人处事方面很有原则，有着很强的社交沟通能力，内心也比较的正直和善良，乐于帮助他人，往往能够给自己赢得不错的声誉，而且善于理财，经济能力往往比较强。大佬在开头也提到了，一个人的命运如何，还可以通过观察无名指上的纹路了解一二。贵人纹，位于无名指第一指节纹上方的浅细纹，或者是一条浅而清晰的横纹，被称为贵人纹。有此纹路的人性格温和，很擅长与人交往，人缘很好，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和理解，会通过朋友的助力走向成功。谨慎纹，位于无名指顶端或第一指节上方的两条竖直平行直纹，被称作谨慎纹。有此首项特征的人心智成熟，对自己要求严格，做事踏实而谨慎，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富贵生活。三约纹，无名指第一节节纹或第二节节纹有三条纹时，称为三约纹。有此首项特征的人晚运特别好，步入老年时期事业顺利，婚姻美满，夫妻恩爱。并约纹，位于无名指第一和第二指节中间处的两条平行的横纹，被称作并约纹。有此纹路的人健康状况不好，多有气喘病或慢性疾病，会影响婚姻生活。这种纹路会随着身体好坏而增减。如果第二指节中间只出现了一条横纹，则表示此人容易感染气喘病或性病。名利纹，位于无名指第三指节，靠近无名指根部处出现有车轮纹、金井纹或金印纹时，被称作名利纹。手相有上述纹路的人很有生意头脑，生财有道，理财有招，很容易凭借自己超强的理财能力而获得财富和名誉。烦恼纹，假如无名指第三指节靠近无名指根部位置出现杂乱的像网格一样的纹路，被称作为烦恼纹。有此纹路的人个性敏感，容易陷入感情上的困扰，内心常常因为感情上的事儿而纠结不清，需要人的帮助。美玉纹，美玉纹是一条自无名指根部向上升起的竖直长纹，直贯指尖。有此纹路的人很有艺术或文学天赋，容易因艺术学术而成名，在追求过程中不断提升自我，美名远播。其实一个人的运势和前程会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无名指算命只是影响我们运势的一个分支，并不一定完全准确。
但是通过观察无名指的情况，能帮助我们了解自身的情况，更多认识自己。大家可以适当参考。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说到手相，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命线、感情线和智慧线三大主线。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手相学上，这三条主线确实是可以反映出很多不为人知的信息，比如人的财运、赚钱能力、人际关系、感情好坏等等。可是除了这三条主线所反映的信息以外，还有手的大小、形状和其他一些特殊纹路，也同样代表着很多的含义。就好比大佬今天要为大家讲的3种眼睛纹，虽然都是眼睛纹，命运却各不相同。有2种暴富，还有1种却是暴穷。为什么会这样呢？接下来大佬带大家了解一下这3种纹路。1. 拇指眼睛纹，夫子眼凤眼纹。凤眼纹位于大拇指的中间指节纹上，由2条闭合的线纹构成，形成像丹凤眼一样的图案。凤眼纹的形状越像眼睛，越有福气。长有凤眼纹的人乐于奉献，大爱无私，拥有和谐恩爱的婚姻感情生活，是一个好老婆、好老公。要是右手拇指有夫子眼，食指有3约纹，则是大吉之象，富贵无边之人。这位女士的手相夫子眼清晰，手上多吉利符号，也是很难得的吉祥如意手相，后富无穷，一世不吃苦。2. 拇指眼睛纹，佛眼纹。有人常常会混淆这2种拇指的眼睛纹，以为是同一种，其实不然。佛眼纹位于大拇指第2节，手掌虎口之上，呈一个眼睛纹或者几个眼状纹。手相此纹表示此人极为聪明，有相当高的智慧。因此，佛眼纹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学识和才华，往往名誉清高，美名远扬，属于才华先有，厚德富贵之人。3. 生命线上眼睛纹，往往属于运势极其缺乏之人，今生注定要事业无事业，要夫运无夫运，要健康无健康，倒霉一辈子。老来还没有子女福气可享，属于一生都大穷大贱的命格。手指中间漏财，一点点钱财也守不住，更加贫穷。智慧线短直，说明性格直，不懂察言观色，也是比较愚笨，注定没有工作运。感情线驳杂，婚姻争吵不断，感情很差，心情低落。除了上面这3种眼睛纹，我们手上还有对很特殊的纹路，通过这些特殊纹路也能了解一些命运信息。接下来大佬总结了几种比较罕见的，给大家介绍一些，不妨参考了解。1. 美鹿纹，在手掌中有不少三角形的手纹，而且都是偏斜成横纹状的三角纹。这些倾斜的形状接近于三角形的手纹，就是美鹿纹。如果出现在手掌中的对宫、坤宫或艮宫等区域，纹路清晰深刻，象征着吉祥与富贵。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通常家境优越，一生物质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福泽深厚，很多方面都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所到之处自有人代为上宾，过得舒适自在，有一定的学习机会，见解非凡，长大能够大有作为，飞黄腾达。如果这种手纹刚好和其他手相特征相配，今生的成就会远远超越父辈，也是光宗耀祖了。而且有这种掌纹的人一生贵人运很好，一生很容易遇到贵人帮助，而且多数是异性贵人，也就是说命主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爱人而获得好运，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2. 金花印纹，手掌中有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是为金花印纹，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此纹。有诗说纹带金花印立身，此生富贵不忧贫，男儿指日封侯相，女子他年国内人。
拥有金花玉纹的人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尤其是享社会名气、受人尊敬，女子易主嫁入豪门或嫁夫有贵气。金花玉纹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吉祥手纹，这种手纹不仅十分漂亮，还寓意无比吉祥，代表人的贵气。在古代，若是男人拥有，必然可以做大官，一登龙门，身价100倍，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上等人。若是出现在女子的手中，必然可以嫁入侯门，飞上枝头当凤凰，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这种手相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男人有此纹可当大官，女人生此纹可成贵妇。3. 千金纹。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有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必能早年就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遇千金直上加。设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有人夸。需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这种人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财运会更旺盛。4. 三奇纹。三奇纹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掌纹，通常可分为2种，一种是太阳线从中间开始分成的3条向上的线。男性主其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可多方面发展事业，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女性主干练持家，夫旺兴家，如太阳线之支线漏缝者，男性主先成后败，女性主到老孤独。另一种是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或者是健康线集结在一起而成的。如果掌中有此纹线，其人会名利双收，具有事业潜能，很是了得，绝非凡品。其人的成功与著作、社交或口才有关，如作家、律师、教授等。三奇纹的三奇究竟指的是哪3奇？民间传闻，1奇为金玉良缘，婚姻和谐美满；2奇为能遇到知己贵人，纵使危难当头，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成功转运。3奇便是横财加身，富贵吉祥。3奇纹明显的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他们要么就是成为发明家，给人类带来了不少便利的发明，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此生要官有官，求财得财。有3奇纹的男人放在古代就是宰相命，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是他们能够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经得起大风大浪，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保持自己的原则，最终会因努力不懈，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5. 宝运纹。凡是在掌中有一个螺旋纹，如月晕一样，就是宝运纹。月为阴，主钱，故此纹主经营得财，其财富就像水中涟漪一样，一圈又一圈，一波又一波。宝运纹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掌纹，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往往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家运亨通。不是封侯拜相的大贵之相，
就是钱财不愁的大富之相。如果宝运纹像铜钱形状，则家中有食有财。通常掌中生有宝运纹的男人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大，升官发财比较容易，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能够富贵双全。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有机会在各自从事的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这类人往往在商界大有成就。优秀的直觉与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但是不要忘了，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一切都是辩证的。如果宝运纹位于拇指根部的震宫，震为雷，预示其人多为大贵之人，亦会有大灾相随，一生运势波澜壮阔。宝运纹因为利于事业，所以女人拥有宝运纹往往不以己论，会很不利婚姻，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尤其如果宝运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则有不利家中男主人的倾向。当然，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但还是要看整体手相，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而且无论是做什么事情，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好的手相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终究靠动财运名利双收。有的人头脑灵活，能通过生意发家，还有的人运气好，中一次100万大奖足够富起来。这几种人都是财运比较好的。其实一个人有没有钱，一般从手相上就可以辨别出来。大佬提醒，有钱人手上基本都有这12种手纹。1. 聚财纹。聚财纹是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的多条竖纹，正所谓人无横财不富。手掌上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掌管偏财运势的水星丘部位，如果生有数条密集的竖纹，表明一生横财有道，不仅财运好，更是衣食无忧的象征。生有这种聚财纹的人天生财气足，左手有这样的纹路，则可通过官运亨通发家致富，一生钱财权势可兼得。而如果右手有这样的纹路，则是生意场上的风云人物，可做老板。2. 财库纹。生命线和智慧线交叉延伸到掌外的位置为财库纹。财库纹可以称之为手掌上的天地双纹，看命运好不好，运程顺不顺，多数就是看生命线和智慧线的长短粗细。而如果生命线和智慧线的交叉点位于掌外，分叉纹路有几条，就表明一生财路有几条，延伸的越长，就表明钱财越多。3. 元宝纹。手相中的元宝纹是指手掌中有3条主线一起和其他一些辅助线形成犹如金元宝的样子，这样的手纹称为元宝纹。上面宽，下面窄成梯形，这样也是元宝纹。有元宝纹的人通常都比较富有。元宝纹顾名思义，表示能拥有金元宝，财运滚滚来，天生富贵命。元宝纹的形成没有规律，元宝也是有大有小，大元宝财产多，会是大富豪，小元宝衣食不愁，日子过得非常富足。4. 凤眼纹。人的拇指生于手掌的金星丘部位，主一生田宅官禄的丰足程度。而拇指上的横纹之间，如果形成闭合圈纹，形如眼状，则是典型的凤眼纹。这也是难得一遇的前眼纹。拥有这样纹路的人手气极佳，运气傲人，做生意往往只赚不亏，一生广交朋友，不但有横财，更有贵人相助，到了中年之后可有钱有势。5. 事业线比较多且长。一般来说，事业线的好坏能够体现出一个人所具有的事业运势。其分叉多并不是说参与的行业多，而是说明其人所具有的专业知识非常丰富，涵盖了比较广泛的行业领域。拥有如此丰富知识的人，只要能够获得良好的机会，便能够创造出不菲的财富，生活富足，非常有福气。6. 手上有星纹。
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处出现星纹，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如果在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心想事成。太阳丘的星纹若连接了婚姻线，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飞上枝头做凤凰；若是连接了太阳线，则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7. 太阳线清晰伸长。太阳线又叫成功线，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这条线通常也影响着财富的大或小。能不能拥有非常巨大的财富，很多时候它也起很大的作用。假如太阳线伸得清晰伸长的话，代表其人非常幸运，常常有贵人相助，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即可拥有很多财富。如果太阳线能一直延伸到智慧线以下，到达月丘或生命线的话，则表示其人有成为富翁的可能。8. M 型掌纹。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与手掌上其他的掌纹形成一个斜的 M 型。有此手相特征的人通常有很强的事业心，拥有远大的目标，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不达目的绝不放弃。因此这类人往往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名利双收。假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或是努力的方向不对。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事业的方向，他日一定能跃升到富翁的行列。9. 理财纹清晰。手相学中的理财纹指的是金星带与感情线中间有清晰可见的纹路，一般有这种纹路的人财运都不错，尤其是偏财运旺盛，容易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到账，而且数量还不小。这种手相特征的人性格踏实稳重，做事有条有理，待人热情，人际关系较好，能够得到贵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可能这种人平时看起来很普通，似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真的有了好的机会出现，他们便能够平步青云，获得很大的成功。10. 断掌。断掌是手相学中对手的掌纹的一种称呼。大家知道，人的手掌通常会有3条线，那就是生命线、感情线和智慧线。假如其中的2大掌纹线，即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横贯于手掌中，似乎一条横纹将手掌分成了2部分似的，那么这就是通常说的断掌，手相学中叫做通贯手纹。断掌的人我们见过的很少，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越是稀少的手相，越是会与众不同。一般断掌的人在企业家或者是高级别的领导里面居多，因为断掌的人会有赚偏财和横财的果敢和大胆，在遇到赚钱机会和商机的时候，会比别人更加敏锐地捕捉到，并迅速把握住，从而赚取大财。但是呢，手上有断掌的人性格很好强，做事情很努力，劳心劳力，每天想的事情比普通人要多好多倍，所以也容易有心脑方面的疾病，要注意定时休息，及时锻炼和保养身体。11. 守财纹。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大拇第2节指腹表面有横向财富纹，也叫守财纹的人，既能赚钱，也能守得住钱。如果守财纹多而且长，表示其人赚钱能力强，而且守财能力也强。如果守财纹少且短，代表其人只能入财小或不易守财。如果没有守财纹，则其人一生存不住钱，到年老时需要靠亲友子女的帮助，或领退休金或养老金过活。12. 财富纹。在大拇指的第2节表面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纹线，这些纹线便被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不论横纹或直纹，
纹线越多，表示钱财积累的越多。另外，在大拇指第二指节与手掌交界处的交叉线所组成的格子纹、斜纹、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类钻石纹等，均可称为财富纹。而且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赚大钱的可能。拥有财富纹的人，无论是横纹、竖纹或者是斜纹，纹路的数量越多，表示其人的财富越多，同时也更加忙碌。因为拥有很多财富线的人，大都会对其所从事的工作事必躬亲，谨慎小心，在赚得很多钱财的同时也非常辛苦。故人们常说，财富线多的人是天生的劳碌命。有以上12种手纹的人，注定一生抓钱无数。但是大佬还是要提醒大家，无论是做什么，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好的手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自己的梦想终究靠自己打拼，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就一定会怎么样，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